以前我常来这个图书馆的，可是自从它翻新之后呢，我就很久没有来了。你看多么漂亮！哎，好像有个熟人呢。哦，部长，你好。你好。部长你在看什么书啊？我正好在看这本三毛写的老书，撒哈拉的故事。我以前念中学的时候呢，就喜欢看三毛的小说，而且很向往他所形容的那种情景，因为他旅居西班牙，那个时候说要行万里路比较难，但是可以读万卷书。但现在我觉得图书馆好像借书也越来越方便。对呀，比如说要出国公干，又或者是要去休闲旅游，我都会带一本书。但是现在你不需要局限自己带一本书，你可以通过图书馆的应用程序，无时无刻的有书本陪伴在身边，10本都行，20本都行，没问题。那真好。其实我很久都没有来这个图书馆，你觉得怎么样？我倒是还没有参观整个图书馆，我想要看看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参观。当然，好。部长，您今天为什么会来图书馆呢？我今天呢，想让你认识一下我们的3D 打印的这个功能。你知道吗？图书馆呢，很多时候大家都是通过这个书籍去学习人类所累积来的这些知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图书馆呢，它能够为我们的广大的群众也来去认识新科技。图书馆有3D 打印，对，你尝试过吗？我有看过，但我没有尝试过。我带你去。 OK， 好，来。来 ，Joanne， 我带你认识我们国家图书管理局的同事，负责3D 打印的瑞健。你好，部长好，维修好。你好，你好，你好。那3D 打印基本上，我想大部分国人可能都听过这个名词，不过没有机会去尝试应用。会不会是太高端了，太高科技？对了，我听起来好难哦。一般上都有一个误区，会认为说这些科技的学习是很难的。事实上，现在学习科技已经变得很简化了。我们只怕你不敢来尝试，我们不怕你学不会。有年长人士来的？对，我们事实上有很多年长人士来这边应用3D 打印的技术。他们可能是有些就是尝试做一些就是个性化的东西。这里有吗？可以看一下吗？好像像这个什么东西？安哥、安迪会对，这个会做些什么？我们一位用户，哎呦，这我可以拿下来吗？拿起来看一下。可以。它就是哇，这个完全用3D 打印做出来，对，这是完全是用3D 打印的。对，都是用3D 打印的。连它的这个对，底座也是。底座对，除了里面的灯泡不是3D 打印的。事实上3D 打印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先建一个3D 的模型。3D 打印基本上就是一个像做归纳币的一个过程，一层一层的把材料堆叠上来。像现在我们现在打印的是那个吸尘器的一个，看起来真的是像我们家用的电器需要的，为什么不能去买？这个问题呢，就是吸尘机的软管，它的塑料可能很容易就会硬化，所以会裂开。可是整个吸尘机事实上是还能使用的，所以可以避免浪费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3D 打印的方式来做一个打印一个替代的零件。那除了这些比较实用的东西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产品是可以通过3D 打印做出来的呢？对，你如果想要做一些客制化的东西，像比如说，你自己想打印一个手机的壳，手机壳，对，还有一些打印手机壳。对，我们是分阶段的，就是推出不同的那个3D 打印的服务。在区域图书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些讲座或者是那个工作坊。那这些都是免费的吗？都是免费的。我很想看按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部长你可以试试看。好的，来。所以如果说你要打印一个就是前尺寸的话，可能要超过1天。但如果打印这个呢？我们刚刚设计的这个这个大概只要1个小时。所以那个1个小时后呢，出来的成品就是这个了。对。
哇，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区，对，你有听说过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有，如果我们能够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把已故的历史性的人物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经历，能够更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的广大的读者群当中，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其中出来的一个新的产品就叫这个聊天书。哦，聊天书啊，对，他可以跟我聊天，它可以跟你聊天。所以我也可以打。建国时代的一个领导，拉尔热男。哇，有一本书是关于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政治。那你现在就在跟这本书互动。Did you know that S. Roger 他跟我讲话 had a soft spot for romantic melodies? 对， His favorite love song was When I Fall in Love. 所以这个段落是从书里面摘取的。对，而且呢，不仅是在这本书，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关于拉尔热男的一些资料。它可以结合这种不同的讯息来为你解答，是不是很神奇？好像也可以跟讲用讲的，我试一下。试一下， Does Rajaratnam have a favorite pastime? 多功能的。 Science Roger fiction. Ratnam had a fascinating pastime that might surprise you. He was an avid reader of science fiction. 那接下来是所有的书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科技融入在里面吗？这个呢，就需要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过程。它其实就展现了智慧国2.0的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怎么样通过科技来加强社会的凝聚力。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聊天书，我们可以更认识这个建国非常有贡献的一位人物。部长，我知道图书馆呢经常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展出。是的，我今天就介绍你认识一位设计大师。来 ，Don，good to see you。跟我们说一下，你们今天在这里做一些什么样的展览？我们这次的项目其实是邀请了一些老年人和我们一起设计未来的车，老年人来设计未来的车。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是在寻找一种正确的错误，因为正确的错误，对，因为在找创新嘛，从老年人身上他们生活经验、他们的故事，可以发掘很多。像我们跟一些阿嬷，他们在讨论车应该怎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提到说，他儿子很喜欢骑摩托车，享受那个风的感觉嘛。所以他这些故事可以帮我们想出一些真的很不一样的自动驾驶车。我让你看一下吧。好的。我会做我的儿子了。OK， 后今天我们要利用这个工具叫做 AI。我们用 AI 的时候呢，可以先有点子，然后用 AI 呈现出一个构图。所以这些电动汽车都还没有被生产没有。所以是在这个设计过程当中，希望寻求到一些新的突破。部长带我参观了图书馆，我现在有一点肚子饿了。好，我已经准备好吃的了。真的？走吧 ，Let's go 。哇，没有想到这个餐车比我想象中大哎。是不是啊？而且我们有特地的布置一下，有没有勾起一些当然有儿时的回忆？这个 Nancy 猪是我很喜欢看我也是的。我在念3年级的时候当图书管理员的，老师当时问谁要当图书管理员，我就举手。因为每一次有新书来，我都可以先借。你看。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庆祝10周年嘛，所以呢，这些都是你这10年来参加空中访明星的照片，每年都有。每一年都有。还有这些好像是你的是的，都是送给你的一些小礼物，是不是？对，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因为我们在基层活动的时候，有时候做家访，有时候在一些什么庆祝会，有时候有一些居民他们会很
热情。啊，然后这些呢针织的产品是由居民织了送给我的，这些我很喜欢收藏。那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想要聊，嗯如果我们边吃边聊好不好？好啊，我请你吃我小时候很爱吃的猪肠粉。因为猪肠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我呢喜欢吃的很清淡一点。好，当时广东人就说洗油熟油，嗯，它就是一点点的那个熟食油，再加一点点酱青部。长你是广东人，我是客家人，哦，你是客家人，但是那个年代呢，就是如果吃猪肠粉，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吃法。哇，这个肯定是有故事的，肯定有，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如切竹雀，啊，然后它竹雀 Complex 那边有一排店屋。那么我们是在那儿做小生意。我的祖母已故的祖母很年轻就守寡，我的祖父呢，走的时候，最年轻的叔叔，才不到3、4岁吧。他有9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的去把他们带大？所以我印象中的祖母呢，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她的精神就是不要那么容易放弃。所以你小时候也是祖母带大还是？因为我妈妈她也是在职场打拼，她是女警，所以当时他们是需要做那个轮班制的，所以呢，她很多时候是把我交给祖母，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和祖母在一起。你觉得她怎么影响你？她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可爱的一面就是我们乘着3轮车，她可能因为她这个人呢很讲感情，比如说她的接生婆。他的接生婆呢，在老年的时候就生活比较困难，因为接生婆的孩子们没有很好的照顾他，他就经常会去老人院探望原来的那个接生婆，那他就会带着我一起去。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从祖母的角度，当时我生孩子是多么的困难就是好像要独闯鬼门关，没有这个接生婆，我就。没有，可能我活不下来，可能孩子也活不下来，所以他的那种感恩的情怀就影响了我。我就觉得，一个人要念旧。来，虽然她是我的祖母，但是叫她婆婆哎。你看这大大的眼睛，so cute， 而且很有小啦，还很小，还很小。对。然后这个是你结婚的，这个是我自己结婚，这个是我后来。拿到经济发展局发的奖学金，可以到国外去深造。你说你现在拿这个奖学金，是因为你已经就是有一些成绩上的，就是在学业上还算 OK。还算这个是念大学的时候才比较。你好像小时候也不是那么terrible， 很吓人的，是吗？尤其是念中学的时候，我妈妈当时很烦恼。因为相当的叛逆，就不喜欢我妈妈。我觉得她是管着我，不让我打篮球，对学业就没有那么重视，就天天只顾，无论是放学之后也好，或者是在休息的时候，争取15分钟、20分钟也好，就跑到篮球场去，天天打的那个汗流浃背。那么尤其是到了中3就不务正业咯，就尤其是开始学那个高级数学的时候，一塌糊涂。第1、2次的那个考卷拿回来的时候是不及格的，那么我就很怕妈妈看到，我就藏起来。但是你知道我妈妈是女警啦，很不容易骗的，然后她被她发现了，但是幸好她没有动怒，她只是说，她说明啊，我看你需要补习耶，然后就补了到年底，终于及格，真的就是50分那样，然后我就向妈妈提出这个要求，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补习的过程，你能不能够让我自己学习？我给你一个承诺，我会尽力。所以你的篮球后来就没有再打吗？你继续打啊，怎么不打？只是说时间上要拿捏而且呢就不能够荒废了学业嘛。那既然你说你还有在打篮球，你现在
还有现在不行了啦，现在不行啊现在不行了，out of practice。不要紧，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容易的，不需要拿真的篮球来投篮，真的吗？真的，我们有现在投不进去了。这个不容易耶，摆这里可以吗怎么玩法？哎，好像不行啊。呢，哎，差不多了，差不多有一点点。来，哇那个差不多。哎，你有拍到吗？大概是这样子，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对，再来。试一下。耶！部长，你会不会是那种就是失败了之后，你还是要一直试才会成功？是不是对，不是说不服输，嗯，而是就是觉得这已经向自己做出了一个承诺，就尽量把它做好。我也是这样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有一点点一些类似的地方，演绎方面是不是？OK，这张好像有照片，来我们来看。老师说，我们要呈现一场表演，他就让我当这个应该是也不能说是主角吧，反正就站在大家面前唱歌跳舞，很小了那个时候6岁吧。那除了这个经验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有啊表演经验？有一天爸爸说带你到电视台去，我说什么是电视台？所以我8岁的时候，爸爸就带我到那个 Radio Television Singapore 去试镜，我就没有去想那么多，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个地方，好像很神秘，然后就考取了进入这个儿童演员训练班，那个时候还拍了一个剧集，那个是我当主角，我记得那个故事叫做骄傲的小金，我就是那个小金。拍完之后还有工资可以拿，就是我因此就拿到了45块钱的工资。我第一次赚取的工资就是8岁就有在电视台发给我的工资。所以你也没有兴趣吗？就是在幕前当演员也好啊，歌星啊，什么都好，有这方面的兴趣吗？没有太大的兴趣吧，本身很喜欢唱歌。如果叫你现在要唱一首，记得起的，记得。竟然是校歌。对， So you want to sing for me? If I say,我的校歌唱得很好。德明中学的校歌很好听，我觉得它的歌词很有意义。德明中学树立家冬，亭亭松影，细细海风，激我英才，会语一家，文艺科学，同业同工，爱护我的命，用之乎物中，广大我的命，用之乎物中。哇，对他的歌词我是特别喜欢，很有画面感了，很有画面感对。说到读书的时期啊，成长的过程中，我感觉你也是经常也是会出去玩啊，你说好像打篮球之类的嘛。我就觉得以前可能大家都比较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啊，然后你也会去就是跟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是就有人情味。现在好像感觉每个人都是看手机，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所以比较冷漠，会不会？对，所以我这个东西呢，我也有想过，我觉得幸好啊，我们把它称为智慧国计划，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智能国计划。那么我们说会，我们说慧眼，我们说慧根。如果用英文来诠释的话，我要达到的不只是 smart nation， 我要一个 wise nation。我想呢，智慧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我们怎么样的善用科技来把整个社会的气氛做得更好。社会的凝聚力，不只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你有些什么例子吗？这个钢板精神哦，它这个平台就让更多的人有办法、有机会去展现他们对社会、对其他有需要人士的一种热心。那么我们在做家访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人，他因为生活上发生了一些他没有预料的事情，比如说被裁员，那么但是家里又有这个需求，比如说孩子需要一个计算机，或者是他的电器坏了，我们可以通过钢板精神这个平台来去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那么很多时候就会很快时间，
看到募捐的这种行为，所以这种钢板精神可以通过科技来加强啊，很多时候就可以看得出社会的这个热心。其实我相信，只要我们有意识的去怎么样利用科技来保持这样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我相信我们也有推出了很多不同的应用程序嘛，是我们去看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到底认不认识这些好啊比较普遍的应用程序，好不好？ ，OK。我知道政府开发了很多应用程序，是的，我们现在要考一考。对对对。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你好我是魏秀。我是做小贩的啦。穿紫色的哈，就是在我们社区经常看到的数码大使。他可能对这个应用程序相当的清楚，那肯定满分。Hello， 你们好，不好意思打扰了一下，我们拍个节目。你们是常来图书馆的学生还是什么呢？我们本身是新加坡理工大学的学生 SIT， 那现在刚好在做我们的学校项目。那我们这里有几个，想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这个有看过吗？这个没有看过。国家图书馆。NLP 订那个图书馆座位的是吧？哦，订座位，借书也可以的。然后就到这个是吧？ One service， 这个也是没有用过。这个没有用过，这个这个是 One Service。就是应该是他们的爸妈看到一些区里面啊，什么东西要举报的，比如说你去公园看到那个游乐场什么东西坏了，或者是有看到高楼抛物，你想去报，你要去举报，这个就可以通过这个应用程序。用这个这样的话，然后你去尝试一下啦。 Scam Show， 你有下载吗？有下载了，我认识，不过不会用。其实这个 Scam Show 是蛮好用的。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被诈骗，它可以帮你查询你收到的简讯，或者是你在 WhatsApp 收到的一些讯息，会不会是诈骗的？这个加强版其中一个功能很好用，它是和我们银行24小时的电话线连接的，所以如果觉得自己可能被诈骗了，要马上冻结你的这个银行户口，可以用这个加强版的 Scam Shield。哇，真的是满分呢，因为它是数码大使。数码大使呢，其实是在新加坡数码转型办事处呢，我们提供人民社区对，特别是针对年长者提供不同的课程，在这个数码终身教育的框架下呢，针对5个部分。其中包括设置和使用设备，那当然还有如何在上网沟通，还有就是上网搜索资料，那还有上网交易，那最重要的是如何安全、明智和友善的上网。对对，你们的同学当中有人被诈骗过吗？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多，是我爸妈的辈分比较听到比较多。真的吗？你以为都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被诈骗是吗？其实按照数据其实是年轻人被诈骗的更多，所以你们不要掉以轻心哦。好。哎，你好，你好。来，我们在做一个节目，然后想要问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深伪视频？深伪deepfake 吗？啊，对。其实我发现，就是因为现在诈骗已经越来越高科技，对，越来越高科技了，甚至有我们所谓的深伪叫 Deepfake。对。在 TikTok 那些有看过。你觉得你马上看的话，你马上可以认出这个是假的吗？有听说过？有看过吗？我不知道我看的视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我们来考一考。I am glad to present you a new investment platform from Quantum AI Company, which open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each of you to earn money. 怎么样？好像不太可能，他讲的话题都有一点不像他会讲的话。老虎们，你可以看得出他有一点点。所以你有一点怀疑。对。觉得是假的。我觉得他就是如果仔细看的话，他的嘴巴浮动有点，就是跟他那个时间是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平常我没有注意看的话，我觉得这是真的。会受骗吗？有可能。但是你觉得会不会有些人会相信呢？我觉得会。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看到李显龙在那个讲这些了，所以他们会相信。我觉得我们刚好是因为是科技的学生，所以我们也大概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会小心一些。不过一般人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科技存在，也不知道是可以伪造出来的，所以就说哎，应该就是他讲的东西。And completely exonerated. In a second case, CPIB found calls to a new investment platform from Quantum AI Company, which open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each of you to earn money. 你觉得你的家人当中有没有人会受骗？可能像我的爷爷婆婆吧，他们一直会跟我讲说，你知道吗？那个谁谁谁讲什么东西？我讲，哎，我讲是真的吗？要考虑2次。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刚好这个里面的人物是很有权威，然后可以让别人信，是有公信力的。对，人家以为他说的话就肯定是真的。所以呢，我们这点也很担心。就在这个月，我们在国会推出了一套新的法令，就是声伪视频或者是声伪的一些内容，如果是在选举的时候引用，把一些候选人他没有说过的话，或者是做他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将会是违法的。其实我们可能也要提高大家的一种意识，对，让更多人知道，哎，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科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在看到任何视频或者收到任何信息的时候，应该要多思考，对，就不要马上就相信是真的。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智慧国2.0，公共教育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也必须从年轻人下手啊。希望年轻的你们这一代呢，可能对声伪技术、对人工智能会更加的熟悉。当然，我们在学校里面，你的孩子，他们现在还在小学，对吗？对对。我们也在修改我们的课程，让我们的孩童可以通过一个非常愚性的方式来认识 AI， 认识 AI 它能做的一些事情，也认识 AI 所能够带来的一些危害。希望他们呢从小就更加的去理解这个科技。谢谢部长今天带我参观了图书馆，也让我了解到科技怎么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也很乐意和你分享我们智慧国2.0的核心意义，那就是呢，怎么样把科技成为我们个人、企业和社会的一种助力，而不是阻力。哇，说得很好，谢谢你，谢谢你，也同样谢谢你。我今天才发现，空中访民情10年下来，我其实参与了9次。那每一年呢，都可以看得到工作团队的用心，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新的点子。那么我在这个时候呢，要祝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继续努力，也祝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加油！